大家好，我是姓常的小姓。今天我们来详细聊一聊明治光秀的3日天下。天正10年6月2日，京都的黎明还未完全苏醒，空气中透着那股特有的清冷。此时，明治光秀的13000大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本能寺的合围。此刻，光秀的心境大概如同站在悬崖边上的赌徒，手里攥着身家性命，准备孤注一掷。他对部下没有过多的动员，只是一声令下，指向前方那座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寺院。敌在本能寺。随着第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正在榻榻米上沉睡的织田信长被强行唤醒。此时本能寺内的防御力量薄弱的可怜，仅有贴身侍卫小信众以及侍女侍从100余人。49岁的信长确实有着枭雄的觉悟，面对着如潮水般涌来的明治军，他亲自挽弓迎敌，但这种个人的勇武在绝对的兵力悬殊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弓弦崩断，信长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无可奈何，随后退入内室，点燃了烈火。那位立志天下不武，即将终结乱世的霸主，就这样在烈焰中与他的野心一同化为了灰烬。大火整整烧了2个小时，当火势退去，光秀面临了他谋反后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难题，找不到信长的尸体。本能寺的废墟被翻了个底朝天，信长连块像样的骨头都没留下。光绪的脸色阴沉下来。在讲究首级检验的战国乱世，没有尸体或首级，就无法向天下确凿地宣示魔王已死，这就给了那些还在观望的大名们无限的遐想空间。信长是死了，还是逃了，亦或是化作神龙飞升了？没有遗体和遗骸，成了光秀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织田家的继承人织田信忠正驻扎在附近的妙觉寺，因为事发突然，信忠判断逃回安土的路已经被封锁。或许是出于武人的自尊以及对父亲死去的悲痛，他并未选择潜逃，而是迅速移师防御工事更为坚固一些的2条寓所。虽然仅有数百兵力，他依然选择了死守。结局不言而喻，2条寓所陷落，信忠自刃。京都的织田权力中枢在1日之内被连根拔起。京都得手之后，光秀迅速开始布局，一方面在京都肃清织田余党，一方面又将目光投向了织田家的老巢安土城。他立刻派人去招降大金的山冈景隆。在光秀看来，山冈是近江土著，许以重力必定倒戈。然而山冈景隆的回应给了光秀当头一棒，他直接烧毁了赖田大桥。桥一断，明治大军瞬间被堵在了琵琶湖畔，无法快速直插安土。光秀军只能被迫停下来修桥，这宝贵的时间差让局势悄然发生了变化。仅仅6个小时之后，本能寺的变故便传到了安土城。这座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巨城瞬间陷入了恐慌。留守山崎片家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不仅没想过抵抗，甚至放火烧了自己的宅邸逃亡。相比之下，二之丸的守将浦生贤秀则冷静得多。他知道安土城坚固，但人心已散，于是他在5时左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护送队，带着信长的家眷和妻妾以及最重要的宝物，火速撤往防御力更强的日野城。曾经辉煌的安土城就这样被遗弃，成为了一座空城。因无法直接进军安土，光秀便命侄子明智秀满继续修桥，自己则折返坂本城。他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能干等。他需要写信拉拢门友。他首先寄希望于亲家细川藤孝和重臣筒井顺庆，以及远在西国的毛利家，试图构建反秀吉包围网。但是在6月初的这几天，他最焦虑的还是如何稳住进击的基本盘。6月3日，赖田大桥修复工作基本完成。6月4日，先锋大将明智秀满率军渡河，踏入空荡荡的安土城。6月5日，
光秀本尊正式抵达安土。根据《太阁记》以及《川脚太阁记》记载，光秀做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决定，散财笼络人心。他打开了信长的堆积乳扇的宝库，将那些信长生前爱若性命的名贵的茶具、糖汁、金银赏赐给了斋藤利三、明智秀满等核心家臣，甚至分发给了归顺的杂兵。这一手物质激励确实起了一点作用。若狭的武田元明、金吉高寺等地方势力纷纷前来拜码头。站在安土城的天守阁上，光秀或许觉得局势已经初步稳定，但他的心情仍然很复杂。一方面，他成功控制了织田家的心脏；另一方面，周边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了一丝寒意。本能寺之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了方圆70到80公里的近畿圈。奈良的宗教巨头新福寺在这一天确认了情报。和光秀预期的热烈拥护不同，根据多闻院日记记载，奈良方面更多的是恐慌，他们担心战火波及，不得不派人和光秀接触。这种接触与其说是承认正统，不如说是交保护费求平安。这些传统势力依然在观望，他们就像惊弓之鸟，并没有谁真的打算为他这个新霸主梭哈。此时大阪那边传来一个噩耗，光秀的女婿同时也是信长外甥的金田信臣在大阪被宰了。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信长的三儿子织田信孝以及织田家的四天王之一丹羽长秀。这件事情其实挺冤的，金田信臣到底有没有参与岳父的谋反，至今都没有确凿证据。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他的光秀的女婿和信长的外甥的身份实在太过于复杂。对于杀红了眼的织田人来说，这就叫瓜田李下，你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于是金田信臣成了政治牺牲品。这一刀下去，断了光秀在大阪的内应，而如果有的话，而且标志着反光秀阵营正式上线，织田家的旧臣们开始从混乱模式切换到复仇模式。头一天，让光秀感到最不安的就是他的那个盟友大和守护光头筒井顺庆。光秀早在4号就派人去摇人，希望筒井顺庆能尽快出兵北上。然而筒井顺庆上演了一出教科书般的默杀，他没有像后世传说那样带着兵去山头观望，而是做出了一个更绝的选择，闭门不出。他龟缩在居城大和郡山城，加强防御，对光秀的催促置若罔闻。这种沉默比直接拒绝还要可怕。他暴露了光秀最致命的弱点，除了自己的本部人马，他没有真正的铁杆没有。所谓的进击联合，在利益面前脆弱的像纸一张。6月6日，朝廷终于有了动静。正清厅天皇派了光秀的老相识公卿吉田兼见作为赤使来到安土城。吉田兼见带来了2样东西，一个是祝贺光秀平定安土的贺子，第二个是希望确保京都内安定的敕令。这话听得耳熟吗？没错，以前天皇对于信长也是这么说的。在天皇眼里，谁当老大无所谓，只要别惊扰皇室就行。这根本不是对光秀合法性的背书，只是为了保密的公关辞令。光秀自然也是官场老油条，回复的滴水不漏，臣马上就去京都当面谢恩，治安包在我身上。但是现实却很残酷，此时的京都由于权力真空，治安已经崩坏，市民和暴徒趁乱发起了落武者兽，专门疯狂猎杀落单的武士，抢夺财物，老百姓吓得纷纷逃进皇宫里搭棚子避难。这种混乱局面无疑是对光秀那句劝保治安最大的讽刺。6月7日，光秀意识到局势正在恶化，在晋江，蒲生贤秀父子坚守日野城，切断了部分交通要道，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光秀的眼皮底下。在东面，德川家康刚刚完成了惊险刺激的伊贺月，于几日前逃回了三河老家。虽然暂时无力出兵，但这个潜在的威胁始终存在。在北路，猛将柴田胜家终于确信了老板的死讯，他被上杉军和一向一揆死死拖在月前，无法立刻南下，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6月8日，
光秀决定暂时把那个像石头一样硬的晋江浦身事放在一边，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回防京都，因为西南边的射京方向局势正在急剧恶化，光秀必须亲自坐镇京都，才能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动派。6月9日这一天，京都上演了一出大戏，光秀率军上洛，公家贵族们排着队出来迎接，京都市民们夹道围观。光秀心情看似不错，大手一挥，给正清厅天皇和成仁亲王献上了银500枚，天皇自然是笑纳了，顺便把那句万能台词又念了一遍：爱卿啊，京都的治理就拜托你了。这一幕仿佛光秀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天下人了。然而就在接受换户之后，光秀正在亲笔写一封也许是他这辈子最卑微的信。收信人是西川藤孝，也就是光秀的亲家和老战友。光秀天真的认为西川藤孝必定挺他，信里的内容读起来就像一个老板在给投资人画大饼，字字气血。我内心原本就打算将摄津国交由你们统治，并一直在等待你们进京，但如果你们另有心仪的地方，我也完全可以照办。我之所以突然发起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提拔忠心等后辈，绝无其他私心。在50天或100天之内，我定能平定周边邻国并稳固局势。只要进击平定，我就退休，把家业都交给孩子们。但是命运给光秀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实际上早在6月8日，也就是这封信发出的前一天，西川藤孝就已经做出了决断，他直接剃发为僧，取法号悠斋，并全军缟素，为信长服丧。潜台词很明确：我出家了，红尘俗事别找我，至于你光秀，已经是逆贼了。当6月9日使者把信送到时，西川忠信甚至连看都不看，甚至有传言说他想斩杀使者。细川家的提前跳反，让这份许诺了半个日本的信变成了一张废纸。人情走不通，光秀要走金钱路线。他在京都一口气搞了3个大动作，试图用钱买来合法性和民心。一是讨好皇室，给朝廷送巨款，维持皇家认证的招牌；二是讨好宗教，给京都的武山，例如天龙寺、相国寺等，以及大德寺、妙心寺疯狂捐银子；三是讨好市民，宣布免除京都中心城区的赋税。这套经济组合拳如果放在和平年代，绝对是明君行为，但在战国乱世，光秀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乱世的通行货币不是黄金白银，而是枪杆子。尽管钱花如流水，但没有换来哪怕一支增援部队。而在西川家决裂的示范效应之下，光秀的逆贼标签被贴得死死。就在光秀还在京都搞慈善的时候，噩耗传来，羽柴秀吉回来了。6月10日，光秀的情报网终于确认，秀吉的大军已经像鬼神一样越过了波摩，正在向摄津集结。更可怕的是，织田信孝和丹羽长秀正在摄津等待和秀吉会合。一旦这2股势力完成化学反应，光秀面对的将是一支高达4万人的复仇者联盟，而光秀手里还是那点本部人马。光秀原本的计划非常硬气，御敌于国门之外。6月10日，光秀出兵南下，占领了京都和大河交界的战略要地洞之卡。他去那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做最后的努力，等待大河的同景顺庆。光秀认为，只要自己主力到了，顺庆碍于面子也得带兵来会合。但是他从清晨等到日落，连个同景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而此时秀吉军已经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光秀意识到，如果在洞之卡继续空等，可能会被秀吉包抄。无奈之下，光秀被迫修改战略，从主动出击转为龟缩防御。他放弃了洞之卡，将主力收缩到了圣龙寺城和殿城。此时的光秀站在圣龙寺城的城头，望着南方滚滚而来的烟尘，或许会想起本能寺的那个清晨，因为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掌握了命运，而现在命运正狞笑着向他索命。决战前夕，光秀在圣龙寺城开了个动员大会，顺便盘了一下家底。账面数据来看还行，约15000人左右。但光秀是个明白人，
他拿着花名册，心里其实是发虚的，因为这支队伍的成分太复杂了。首先是嫡系铁军，也就是光秀的亲卫队，斋藤利三的晋江兵和明智秀满的坂本兵。这支约6000人的部队是敢死队支那达那，剩下的那一多半，比如武田元明、晋纪高次带来的旧若狭守护势力，基本上属于墙头草，他们是来看戏的。顺分局抢人头，逆分局估计跑得比谁都快。最让光秀透心凉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盟友筒井顺庆，现在彻底玩起了消失。顺庆的部队就在不远处的大和郡山城晃悠，但就是不进场。这种骑墙让光秀原本构想的前后夹击秀吉战术变成了单机游戏。6月12日，秀吉大军抵达山崎，当天的关键在于天王山。这座海拔只有270米的山，在当时是战场的上帝视角。后世小说常描写这一天发生了激烈的抢山头大战，但史实却残酷而简单。秀吉赢在了速度，秀吉军的先锋中川清秀以惊人的行军速度，抢在光秀反应过来之前，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王山高地。当光秀军抵达战场时，抬头一看，山上已经插满了秀吉的旗帜，这意味着光秀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光秀只能被迫在天王山和电川之间狭窄的元明四川沿岸布阵，陷入了地利上的绝对劣势。当晚，圣龙寺城的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光秀对着老搭档斋藤义三，终于吐露了那句绝望的真心话：这仗有点悬。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战端开启。秀吉给光秀准备了一套铁壁包抄战术。首先，正面的肉盾由高山右近和中川清秀死死顶在山崎击落的最前线，利用地形和火枪阻击明治军的冲锋。其次，主力平推由秀吉亲自率领2万大军在后方加阵，随时准备平推收割。三是侧翼偷家，丹羽长秀和织田信孝的部队准备从侧面进行包抄。在战斗初期，明治军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先锋大将斋藤利三率领明治家的精锐，在这个狭窄的平静地带发起了决死冲锋，甚至一度击退了高山右近的第一波防线。但战争毕竟是拼概率和数量的游戏，当秀吉的主力部队开始从侧翼、天王山山脚和电川沿岸像钳子一样合围时，光秀军那些气氛组终于崩了。右翼的防线一旦松动，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而来。下午光景，圣龙寺城外围防线彻底崩溃，光秀看着兵败如山倒，只能在斋藤利三的拼死掩护之下，带着少数亲信逃入圣龙寺城，并在夜色掩护下突围，试图逃回老巢坂本城。光秀的逃亡之路终结于小利期，这里是漆黑的田野竹林，也是当地农民进行落伍者狩的狩猎场。慌乱中，一名躲在暗处的农民刺出了一记竹枪，这一枪没有鸣江对决的仪式感，却精准地刺穿了光秀的侧腹。光秀跌落于马下，剧痛让他明白，这里就是终点。他深知自己无力切腹，便对身边的家臣勾伪装兵卫说道：把我的头砍下来藏好，不要让猴子拿到。据说他死前曾感叹世事无常。一代枭雄明智光秀就这样在竹林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享年55岁。6月14日，安土城被焚毁。6月15日，从安土撤退的明智秀满回到了坂本城。随后，秀吉的大军包围了这里。这位忠心耿耿的佐马助没有选择苟且偷生，他冷静地将光秀的族人弃儿召集到大广间，甚至将城中的宝物列好清单交给了包围军，然后亲手点燃了制作光秀经营了一辈子的城堡。冲天的烈火中，明治一族集体自尽，光秀的3日天下彻底化为了灰烬。6月的梅雨依然冲刷着京都和近江的土地，安土城的余烬未冷，圣龙寺城的香烟已散，光秀的头颅被送往京都树田口示众，那是他曾经无数次骑马经过的地方。彼时他是万人敬仰的唯任日相守，如今他是被路人唾弃的逆贼。短短11天，日本历史完成了一次剧烈的洗牌。信长死了，带走了天下布武；光秀死了，
带走了旧时代武士的理想。在那片泥泞的战场上，羽柴秀吉露出了标志性的深不可测的笑容。一个新的时代，桃山时代的曙光，正踩着光绪的尸体缓缓升起。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光秀失败的原因。回顾光秀最后的11天，其失败的根源是其整个行动存在诸多致命缺陷。一是缺乏核心盟友。光秀试图拉拢毛利、细川、筒井等势力，却因叛将身份和利益承诺空洞，最终众叛亲离。他认为女婿细川忠信会因姻亲关系倒向自己，却不知细川藤孝是信长的忠实拥护者。6月9日，光秀向细川家送去出兵请求之前，就收到了绝望的消息：细川藤孝、细川忠信父子剃发。在那个时代，剃发表示哀悼或决心，以此表达对信长的哀悼，彰显对信长的忠义。光秀对他们的举动想必十分愤怒，但仍不得不依赖细川的力量，送去3条决书，要求他们归顺自己。这份3条决书在视频中已经说过了。那么光秀心中既气愤细川的态度太可恶，又焦虑，若他们不站在我这边就麻烦了。虽然让人略感同情，但对光秀而言，这场政变的成败再此一举，他自然会拼尽全力。自本能寺之变之后，就坚决和明治家保持距离的细川家，不可能因这一纸书状就投靠光秀。他们幽禁了光秀的女儿细川家拉夏，遣返了随从，实质性地表达了断绝关系的态度。这一打击其实是致命的，因为细川家不仅是实力强劲的武将，更是名门望族，对周边势力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更糟糕的是，他们随后迅速向可能和光秀对决的秀吉靠拢，成为反明治阵营的重要力量。他视筒井顺庆为从属势力，虽然亲自前往洞之卡迎接，却被对方避而不见。筒井顺庆深知光秀政权不稳，选择观望局势，最终在开战前倒向秀吉。而对进击的三好家、杂贺众等势力，光秀也未能及时抛出足够的利益诱饵，导致这些潜在的盟友始终按兵不动，坐视明治家灭亡。因为光秀未第一时间拉拢毛利家，任由毛利家放任秀吉中国大饭还，而秀吉在回入途中又展开了闪电外交，承诺保全地方势力的领地，确认织田信孝的继承权，甚至散布信长未死的假消息，稳定人心。短短数日之内，秀吉就整合了4万兵力，而光秀仅拼凑出 1.3 万人，兵力差距达到3比1，兵力差距过大，直接导致其失败。第二个是错失关键时机。如果说外交崩盘是光秀败亡的外部诱因，那么对关键时机的错失则是其内部致命伤。政变初期，光秀曾占据先机，但他在最关键的窗口期停滞不前，错失了控制战略要地、切断秀吉回师之路的最佳机会，最终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6月2日至5日，他占领了京都、安土，纷纷布下，看似雷厉风行，但是从7日至8日，他却停滞不前，未能趁涉津、河内等地区兵力空虚时扩张地盘。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就直言，此乃致命失误，若光秀此时占领涉津，便可切断秀吉回师之路。实际上，涉津国并非完全空虚，仍有部分地方势力留存，但此时这些势力尚未倒向秀吉。光秀若能果断出兵，完全有机会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但他却将精力放在了和公卿的周旋、安抚内部等事务上，浪费了最宝贵的窗口期。到6月10日，得知秀吉回师的消息，光秀才仓促部署防御，将本阵设在圣龙寺城，却未提前控制山崎的交通要道，导致开战前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第三个是正统性缺失。战国时代虽然战乱频繁，下克上屡见不鲜，但仍存在基本的道德底线和统治逻辑。君臣之义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根基。光秀的败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诛杀信长的行为彻底违背了君臣之义，导致其政权缺乏正统性，无法赢得家臣和民众的真正支持。而光秀的下克上是战国时代最彻底的叛离。以往的下克上多为权力斗争中的必要之恶，
往往会保留主君的血脉或名义上的统治权，以维系表面的君臣伦理。但光秀不仅弑杀主君织田信长，还追击信长弟子织田信忠至2条寓所，导致织田父子同日殒命。这种斩草除根的行为是对战国时代主从伦理的彻底践踏，直接触碰了当时的道德底线。尽管光秀获得了朝廷的表面认可，也就是朝廷曾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但这种认可并未转化为实际的统治合法性。安土城的恐慌、京都的混乱都反映出了民众对其统治的不信任，而光秀麾下的士兵很多人也对弑主行为心存不安，缺乏死战的决心。反观秀吉，自回师之初便打出为主君复仇的旗号，瞬间占据了道德高地。织田信孝、丹羽长秀等织田家的武将纷纷响应，连光秀试图拉拢的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地方势力，也因光秀的弑主之罪，拒绝与其合作。正如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记载，各地武士皆视光秀为逆贼，无人敢与之结盟，其阵营仅靠旧部支撑，孤立无援。光秀由于缺乏大义名分，无法激励士兵死战。当秀吉军突破防线时，明治军的崩溃呈现出了多米诺的效应，从地方征召兵到加成部队纷纷放弃抵抗，最终光秀仅率少数随从逃亡，途中被农民袭击身亡，落得3日天下的悲剧结局。由这3点可知，光秀的3日天下注定要失败。